这只公鸡智商高达250，它居然能像人类一样上厕所。男孩说自家的公鸡天生就会使用马桶。大公鸡名为奥斯卡，它是主人2年前从菜市场买回来的，当时是想用它来煲汤，可主人无意中发现这只公鸡似乎有些特别，因为它完全能听懂人类的指令。早晨天一亮，奥斯卡就会跑到楼顶，然后用洪亮的嗓音叫主人起床，接着开始监督主人做晨练运动。在奥斯卡的监督下，主人也变得越来越自律。话说谁能比一只鸡起得还早呢？晨练结束后，奥斯卡会自己去吃早饭，只见他叼起上方的绳索，轻轻一拽，里面的食物就从箱子内漏下来。如果觉得食物的分量不够，他还会反复拖拽绳子来给自己加餐。不过这回奥斯卡有些贪吃了，肚子里突然翻江倒海，结果在半路就漏了出来。此时奥斯卡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马上找到旁边的纸巾，想用纸巾擦掉地上的污渍，可没有手实在有些不方便，他只能多拿一些纸巾进行清理。主人表示这次纯属意外，见记者不信，于是他打开了卫生间的房门。此时奥斯卡正蹲坐在马桶上，万万没想到一只鸡竟然学会了使用马桶，简直是成精了。主人表示奥斯卡会的东西多着呢，他将奥斯卡放在梯子上，接着他便走起了独木桥。这一幕把记者都看傻了。很快奥斯卡就通过了测试，平时主人还会对他进行绕桩训练，这种简单的游戏奥斯卡都能轻松完成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能准确找出主人指定的东西。这次的目标是白色的三角皮片。接到主人的指令后，奥斯卡很快就跑了过去，然后很轻易就找到了目标，这意味着他能听懂人类的语言。经过多次的测试，奥斯卡都完美的完成了任务，这对他来说简直太简单了，根本没有一点难度。接下来主人把白色目标换走，这一次他还能成功吗？奥斯卡走过来仔细寻找，发现没有白色皮卡片后，直接就转身离开了。不得不说这只大公鸡也太聪明了。那么你会养一只鸡当宠物吗？一只受伤的流浪猫竟然主动来到一家宠物医院看病。起初老板并不了解猫咪的意图，以为他是想讨要一些食物，可猫咪进店后就开始跟在小哥身后，即便小哥拿出食物，他也丝毫不感兴趣。不管小哥走到哪里，猫咪都跟在后面。身为兽医的他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，难不成这家伙是来看病的吗？带着疑惑，小哥仔细看了看猫咪的身体，但似乎一切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这只梨花猫也是懂人情世故的，知道自己没钱看病，它索性倒在地上冲着老板撒娇。不过当小哥想要离开时，猫咪却怎么都不肯让他走，这让小哥很是纳闷。好在机智的他很快便发现了问题，为了帮猫咪做个全面检查，小哥将它带到了房间，叮嘱猫咪不要乱动。而这只小猫也是出奇的听话，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等着老板回来。拿到仪器的小哥开始为猫咪检查，而这只小猫似乎也理解老板的用意，乖巧地配合着小哥。活了几十年，小哥也是头一回碰到这种新鲜事。难道他真知道这里是看病的地方吗？从猫咪的心跳频率来看，小哥并没有发现问题。为了进一步确定猫咪是否真的有病，小哥决定给他拍个片子一探究竟。图片上的结果显示，猫咪的后腿有轻微骨折迹象。果然，这只小猫是来看病求医的。老板对此也是很惊讶，这只猫究竟是如何得知自己会看病的呢？老板询问他是否要留下进行治疗，如果选择治疗就得留在店里。没想到猫咪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。最后老板决定帮助猫咪进行免费的治疗，从此这家店里多了一只可爱的小猫。这只梨花猫直勾勾地盯着怀里的小鸡，心里盘算着究竟是清蒸还是油炸。结果主人又给它弄来3只两脚兽，难道是主人知道它最近瘦了，特意给它加餐补营养吗？可主人接下来的话让它彻底懵了，原来是要它给小鸡们当妈妈。听到这个消息的猫咪内心非常忐忑，连走路都变得蹑手蹑脚了。它自己都还是个孩子，怎么突然就成了鸡妈妈了？猫咪名叫奥斯卡，今年刚满1岁。它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，贼头贼脑地来到两脚兽跟前，仔细地闻着它们身上散发的香味。可面对眼前的庞然大物，团结的小鸡们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把还惦记着吃的奥斯卡吓了一跳。这才想起主人是让它来照顾小鸡的。从陌生到熟悉，到了第2天，奥斯卡就跟孩子们熟络起来，慢慢地适应了一位妈妈的角色。它还会伸出爪子给孩子挠痒痒，就是有点担心它控制不好力度，一巴掌把小鸡给拍飞了。有了带娃的初体验，奥斯卡越来越喜欢当妈妈了，每天都跟在小鸡的身后，用舌头帮它们梳理毛发。虽然他从来没有生育过孩子，但现在看来带娃也很有一手。每天不是在哄娃，就是在带娃的路上，小鸡想跟他亲近，奥斯卡就抬起腿让孩子靠近，真是捧在手心怕碎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俨然一副带了几年娃的妈妈样。小鸡有时候也会调皮，这时奥斯卡就会使出他的喵喵拳，但很快他又凑到小鸡面前，看看孩子有没有被爪子给伤到。小鸡们也被他的母爱所感动，冲过去就要扑到妈妈怀里。此刻他们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。另一只猫看到两脚兽很好奇，可自来熟的两脚兽太主动，把它吓得躲到一边的沙发旁，然后远远地看着这些小家伙，心里想着究竟是啥怪物啊。这时奥斯卡赶了过来，他可不想孩子们受到任何伤害。
作为妈妈，她必须让孩子们学会如何面对外面未知的危险。可孩子们哪里肯听话呀？转个身就想离开妈妈的控制，却碰到了之前的猫咪过来堵截。没曾想猫咪堵了个寂寞，被小鸡吓怕的它悄悄地躲到了旁边，甚至连小鸡主动过去打招呼都吓得它赶紧起身躲到一边。一只猫居然胆小到这种程度，要是在猫界传开，肯定会被笑话的。有了奥斯卡的照顾，小鸡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很快就到了小鸡的喂食时间，这可把奥斯卡给急坏了。无法触摸的孩子让他有些心急，恨不得学司马光砸缸，把关小鸡的玻璃缸给整碎掉。好在做妈妈久了，她的脾气也温和了不少，只要孩子们没有危险还在她身边，这就足够了。最后在奥斯卡的撮合下，那只胆小的猫也加入了大家庭，一家子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生活。屋主家的柯基产下了6只狗宝宝，每只都长得十分呆萌可爱，可不要被他们乖巧的面孔所迷惑，个个都练就一副拆家的好本领，每天不是在拆家就是在拆家的路上，就连主人穿了半个月的臭袜子，他们也要拿来拆家练手。被主人赶来进行一顿爱的教育后，他们想的不是去找妈妈诉苦，想到的却是隔壁家的奥斯卡叔叔。奥斯卡长途奔袭了10公里，以100码的时速赶了过来。来到门前，他还很礼貌地敲门，眼见里面无人回应，奥斯卡的脾气瞬间就爆了表。急着见狗宝宝的他，几次大力撞击就把大门给踹开了，接着就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，看望朝思暮想的狗宝宝们。看到狗宝宝，奥斯卡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此时听到声音的屋主赶了过来，屋主说起奥斯卡就一脸笑容。虽然他不是小狗们的父亲，但照顾狗宝宝比狗妈妈还要用心，小狗们也十分喜爱这位隔壁叔叔。他慈父般的笑容温暖了他们。虽然他跟小狗宝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，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父慈子孝。小奶狗一个劲站在奥斯卡面前撒娇，在他们心里早已把这个隔壁家的叔叔当成了爸爸。这画面把金毛主人都给逗乐了，心想自家的狗子算是白养了，不好好在家里待着，每天都来帮别人家带娃。虽然自己没有孩子，但带娃却很有一套。屋主把狗妈妈给叫了过来，可他快要靠近小奶狗时突然停住了，不但没有去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反而走到附近直接趴了下来，甚至小奶狗过来找他玩耍，换来的却是狗妈妈的一阵臭骂。面对自己亲生的狗宝宝，他直接选择了摆烂，哪怕孩子撒娇卖萌，他也无动于衷。作为妈妈，她为何不待见自己的孩子呢？跟奥斯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奥斯卡只要看到孩子们，总是一脸的和蔼慈祥。随后屋主告诉了我们原因，原来奥斯卡跟狗妈妈翠花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的长大。其实他早就爱上了翠花，可翠花自从生下小奶狗后，就犯上了非常严重的产后抑郁。奥斯卡看着喜欢的人如此难过，感同身受的他也跟着一脸悲伤，于是承担起了照顾狗宝的责任。每天不是在哄娃，就是在带娃的路上，小狗宝们喜欢拆家，作为叔叔他就站出来阻止，教育他们从小就要做个乖宝宝。当然他也会偷偷的帮他们打开狗粮，给孩子们打打牙祭、开荤。主人发现这群小可爱搞破坏后，本想给他们点教训，可奥斯卡把所有的锅都背在自己身上，哪怕主人来拉他回去，他也死活赖在地上不肯离开。接着跟主人在门口求情，让他留下来陪着狗宝宝们。最后丈母娘赶来劝说，如果不回家，以后就不许他见狗宝宝。奥斯卡这才乖乖的跟着主人回家。见大神终于离开了，屋主立马把大门拴好。虽然他很喜欢奥斯卡来照顾狗宝宝，但毕竟那不是自家的狗啊。另一边，奥斯卡跟着主人回到家，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些小狗宝，站在门口朝着狗宝宝的方向眺望，心想没有他的照顾，也不知道狗宝宝们过得怎么样。奥斯卡是越想越心急，于是趁主人不注意钻了出去。想到狗宝宝没人照顾，他就有了动力，轻松一跃就跳过了自家的围墙，接着以100码的速度加速冲刺。他丝毫顾不上天气的炎热，加快脚步穿过了几公里的农田，又回到了小狗宝们所在的地方。这一次奥斯卡没有犹豫，一脚就把屋主家的门给踹开了。直到看到小奶狗们，他才露出笑容。虽然小奶狗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把狗宝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只有在小奶狗们的身边，他才会露出慈父般的笑容。看到这，翠花忍不住走了过来，冲过去就要把奥斯卡给赶走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抢夺狗宝们的爱。作为妈妈，她也想跟孩子们在一起，奥斯卡作为外人却剥夺了她跟孩子的爱，所以一场夺子大战无法避免了。可小狗们心里清楚，只有在隔壁叔叔这里才能获得父爱，而妈妈却总离得他们远远的，这可把翠花给气坏了。再见奥斯卡时，她气得扭头就走。对于抢夺她孩子的好闺蜜，翠花心里既嫉妒又难过，只能远远地看着奥斯卡跟孩子们愉快地在一起打闹。原本这些天伦之乐都应该属于她的，但现在却被可恶的好闺蜜给抢走了。翠花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跑过来把小狗宝们揍了一顿，质问为什么不喜欢妈妈，反而却跟隔壁的叔叔那么亲，明明奥斯卡不是他们的父亲啊。奥斯卡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对着翠花就是一阵骂骂咧咧。可奥斯卡越劝翠花就越伤心，气得奥斯卡赶紧冲过来，告诉她平时不照顾好孩子，现在过来不是打就是骂。在奥斯卡的警告下，翠花只好灰溜溜地躲到一边。作为妈妈，她也心里苦啊，
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跟奥斯卡走得越来越近，仿佛他才是狗宝宝们真正的父亲。伤心的翠花气得躲到了一边，趴在地上反省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主人看到这既高兴又难过，为了这群毛孩子的健康，主人决定让奥斯卡成为自家的女婿，让他成为小狗们真正的父亲。于是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把所有的小狗宝带上一起春游，接着给翠花跟奥斯卡安排了一场属于他们的约会。奥斯卡始终陪伴在翠花身边，展示出他暖男的一面，而小奶狗们也非常懂事，让妈妈与叔叔能够单独约会。最后，奥斯卡终于实现了愿望，跟小奶狗们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。